欢迎订阅时事快线。我们每日提供最新资讯，以简明扼要的方式为您呈现全球重要资讯。每天10分钟，了解天下事。下边是详细内容。今日重点摘要：美国总统威胁对尼日利亚采取军事行动，以报复其对基督徒的迫害。美国探索鼓励其他国家采用美元的途径。美国和中国将建立直接军事通信渠道。最高法院听取关于特朗普关税授权的辩论。中美同意放宽芯片出口限制。特朗普安抚亚洲盟友并签署贸易协议。特朗普称，中国国家主席向他保证，在他任期内不会对台湾采取任何行动。中国第6代战斗机原型机采用无尾3发设计。特朗普拒绝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导弹。特朗普敦促共和党人修改参议院规则，以结束政府停摆。印度发射 ZAT-72 卫星，以加强国防通信。据印度快报报道，11月2日下午，印度成功发射了 ZAT-72 通信卫星，重达4400公斤，这是印度迄今最重的通信卫星。这颗卫星专为印度海军打造，配备多频段通信系统，能覆盖整个印度洋区域。特别之处在于，它取代了2013年服役的老卫星，技术全面升级，加密防干扰能力大幅提升。印度海军从此摆脱了对国外商业卫星的依赖，实现了真正的自主可控，从依赖外援到自力更生，这标志着印度在太空军事能力上迈出关键一步。这将如何改变印度洋地区的力量平衡？航天专家指出，印度这颗卫星的覆盖范围直达非洲东海岸，配合其日益扩张的远洋舰队，将显著增强印度在印度洋的战略存在和军事指挥效率。美国总统威胁对尼日利亚采取军事行动，以报复其对基督徒的迫害。据巴西 CNN 报道，11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出强硬警告，如果尼日利亚政府继续放任针对基督徒的暴力，美国将立即切断所有援助，甚至可能派兵火力全开打击当地伊斯兰恐怖组织。特朗普已指示五角大楼准备行动，措辞异常强硬。但专家指出，尼日利亚的冲突其实不分宗教，穆斯林和基督徒都是受害者，主要源于资源争夺和极端组织作乱。尼日利亚总统蒂努布迅速回应，强调国家保护所有公民权利。值得注意的是，去年美国刚从尼日尔撤军，如今却对尼日利亚一意孤行，显得格外孤立。这种强硬外交会给美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带来什么后果？国际关系学者认为，这种单边军事威胁可能适得其反，不仅削弱尼日利亚打击恐怖主义的能力，还会损害美国在整个非洲的信誉，让更多非洲国家对美国心生警惕。孕期感染新冠病毒可能会增加儿童3岁时出现发育障碍的风险。据新德里电视台报道，美国马萨诸塞州总医院最新研究发现，孕期感染新冠病毒的母亲，其孩子到3岁时出现发育障碍的风险增加 29%。研究追踪了2020到2021年间出生的8万多名婴儿，发现861名母亲孕期感染新冠的孩子中，有140名出现了言语延迟、自闭症或运动障碍等问题，比例明显高于未感染组，特别是男孩和母亲在孕晚期感染的情况风险更高。专家指出，这不是病毒直接伤害胎儿，而是母体免疫反应引发的炎症干扰了胎儿大脑发育。这项研究发表在妇产科学期刊上，再次提醒孕妇预防感染的重要性。这对备孕和孕期女性的健康管理意味着什么？妇产科专家强调，孕妇应积极接种新冠疫苗并做好防护。如果孩子出现发育迟缓迹象，家长要及时寻求专业评估和早期干预，因为早发现早治疗能显著改善预后。美国探索鼓励其他国家采用美元的途径。据意大利24小时太阳报报道，美国正通过立法和政策双管齐下，推动全球采用美元。今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了 Genius 法案，为美元稳定币建立监管框架，实质是把数字美元推向全世界。特朗普早在1月签署的行政令中就明确提出，要通过推广美元支持的稳定币来巩固美元主权。目前美元稳定币市值已超2400亿美元，83%的稳定币都以美元计价。
有意思的是，稳定币巨头泰达公司已成为美国国债第21大持有者，超过了阿联酋和德国。这实际上是让全世界为美元买单，用新技术包装老霸权。这种数字美元扩张战略会给其他国家的货币主权带来什么威胁？金融专家指出，美元稳定币就像特洛伊木马，以便捷支付为名渗透各国金融体系。一旦大规模普及，各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将受到严重干扰，甚至可能引发本国货币被边缘化的风险。5. 美国和中国将建立直接军事通信渠道。据日经亚洲报道，11月2日，美国防长赫格塞斯与中国防长董军在马来西亚会晤后宣布，两国同意保持国防部门之间的沟通渠道畅通，以缓和局势并防止冲突。这是今年中美关系的重要转折点。赫格塞斯在社交媒体上激动地说，刚跟特朗普通完电话，两人一致认为美中关系从未如此良好。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会晤发生在全球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此前，中美在台湾、南海等问题上摩擦不断，建立军事热线意味着双方都意识到误判带来的代价太大，必须有个直接沟通的渠道来避免擦枪走火。这条热线能否真正防止中美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关系学者认为，通信渠道只是危机管控的第一步，关键还要看双方能否管控分歧，避免在敏感问题上挑衅，否则热线再多也只是摆设，真到关键时刻未必管用。6. 最高法院听取关于特朗普关税授权的辩论。据卫报报道，美国最高法院定于11月5日就特朗普关税政策的合法性举行听证会，这可能是决定特朗普经济政策命运的关键一战。今年8月，联邦上诉法院以7-4裁定，特朗普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关税违法，认为该法律并未明确授予总统征税权。如果最高法院维持这一判决，特朗普政府最高可能要退还1万亿美元关税，这将是灾难性的。更麻烦的是，已经签署的贸易协议都可能作废。有消息称，特朗普可能亲自到最高法院督战，这在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足见他有多紧张。最高法院的判决会如何重塑美国的贸易政策？贸易法专家认为，如果败诉，特朗普的关税武器将被大幅削弱，必须回到国会获得授权才能征税，这将严重限制总统在贸易战中的机动性，也可能迫使美国重新审视其贸易保护主义路线。7. 在全球数据中心规模达3万亿美元的繁荣浪潮中，信仰与恐惧交织在一起。据卫报报道，全球数据中心建设正掀起一场价值3万亿美元的投资狂潮，但这场繁荣背后充满了矛盾。一方面，科技巨头们疯狂砸钱，微软1年要投800亿美元，亚马逊计划10年1000亿美元。各国政府也把数据中心视为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力的关键。另一方面，能源危机、环境风险和债务压力让人忧心忡忡。世界经济论坛警告，到2055年，气候灾害可能让数据中心累计损失3万亿美元，极端高温占损失的2/3。更糟的是，这场投资热潮很大程度靠债务驱动。一旦 AI 泡沫破裂或经济放缓，那些刚建好的数据中心可能还没开始运营就遇到需求萎缩。这场数据中心淘金热会重演互联网泡沫的悲剧吗？科技分析师认为，关键看 AI 技术的实际应用能否兑现承诺。如果 AI 只是炒作而非真实需求，那么过度投资的数据中心将成为新世纪的鬼城，让投资者血本无归。8. 悉尼科学家利用人工智能软件修复了 NASA 的韦伯望远镜。据 IT 之家报道，悉尼大学团队干了件了不起的事，他们用 AI 软件远程修复了 NASA 耗资100亿美元的韦伯太空望远镜。这台距离地球150万公里的望远镜，因为被太空微流星撞击导致部分镜面受损，拍出来的图像模糊不清。按常规思路，要么发射新硬件，要么派飞船去修，这得花天文数字。但悉尼团队在导师指导下，开发了一套基于 AI 的图像校准软件，直接在地球上就把问题解决了。这套软件能够智能识别图像畸变，通过算法补偿硬件损伤，完全恢复了望远镜的成像精度。最神奇的是，整个修复过程不需要动一颗螺丝钉，纯靠敲代码就搞定了。
这种软件修复技术能否改变未来太空任务的维护方式？航天专家指出，这开创了太空设备维护的新模式。以后很多硬件故障可能都不需要发射昂贵的维修任务，只需要上传软件补丁就能解决，这将大幅降低太空探索成本。9. 德国首次庇护申请数量下降超过一半。据德国每日新闻报道，2025年上半年，德国庇护申请数量暴跌 49.5%， 只收到约 6.1万份首次申请，创下2013年以来新低。这个数字让人震惊。要知道2022年因为乌克兰战争，德国曾接收了110万难民，现在急剧下降，主要有3个原因。首先，叙利亚政局变化，阿萨德政权倒台后，很多叙利亚人觉得可以回国了，申请数从 3.7 万降到 1.4 万。其次，德国5月开始实施新政策，允许在边境直接遣返来自安全国家的申请者。第三，欧盟整体收紧庇护政策，申请者转向其他国家。有意思的是，德国现在连欧盟庇护申请数第1的位置都丢了，排到了第3。这种断崖式下降对德国劳动力市场会产生什么影响？移民问题专家担心，德国正面临700万劳动力缺口。虽然收紧了庇护政策，但同时也在推机会卡吸引技术移民。这种矛盾政策能否平衡安全与发展，还有待观察。10. 中美同意放宽芯片出口限制。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10月底特朗普与习近平在韩国会晤后，双方达成了一项缓和芯片贸易紧张局势的协议。根据白宫发布的协议细节，中国同意暂停对稀土、镓、锗等关键材料的出口管制，并停止对高通等美国芯片企业的反垄断调查。作为交换，美国放宽了部分对华芯片出口限制，允许英伟达等公司向中国销售某些人工智能芯片。这项协议暂定实施1年，是双方在经历数月贸易战升级后的首次重大让步。对比今年4月双方相互加征关税，几乎走向全面对抗的紧张态势，如今的妥协显得格外珍贵，但专家警告，这可能只是暂时的停火。这种短期协议能否真正缓解中美科技竞争的长期矛盾？国际贸易分析师指出，协议回避了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等核心分歧，双方在半导体领域的根本性对抗仍未解决。明年协议到期后，局势可能再度紧张。11. 特朗普安抚亚洲盟友并签署贸易协议。据新浪财经报道，10月底，特朗普在东南亚4国签署了一系列贸易和关键矿场合作协议，协议覆盖马来西亚、柬埔寨、泰国和越南。美国对这些国家出口商品维持 19% 的关税，部分商品关税降至0。此举正值中国收紧稀土出口管制之际，特朗普此番高调推动供应链多元化，试图摆脱对中国的依赖。对比拜登时期的谨慎外交，特朗普这次的贸易布局显得格外激进，他用关税做筹码，一边施压一边拉拢，在亚洲盟友中展现出强势的交易风格。这会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产生什么长远影响？国际贸易专家认为，短期内可缓解供应链风险，但长期来看可能加剧地区经济分化，各国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压力将持续加大。12. 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表示，伊朗计划以更大的力度重建核设施。据欧洲新闻网报道，本月2号，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在会见核工业高管时强硬表态，伊朗将以更强大的能力重建被美以轰炸的核设施。他强调，科学知识掌握在科学家头脑中，摧毁建筑核工厂根本不会造成问题。今年6月，美国打击了伊朗纳坦兹、福尔多和伊斯法罕3处核设施，试图摧毁其核计划。如今，佩泽什基安的表态显示出强烈的对抗姿态，这与此前伊朗多次强调不寻求核武器的温和立场形成鲜明反差。面对外部压力，德黑兰的态度愈发强硬，这会对中东核扩散风险产生什么影响？中东问题专家指出，伊朗重建核设施可能引发以色列更激烈的军事回应，该地区爆发更大规模冲突的风险正在上升。13. 特朗普称，
中国国家主席向他保证，在他任期内不会对台湾采取任何行动。据美联社报道，11月2号，特朗普在接受 CBS 60分钟节目采访时透露了一个重磅信息：习近平向他保证，在特朗普任期内，中国不会对台湾采取行动。特朗普强调说，习近平和他的团队在会议中公开表态，我们绝不会在特朗普总统任内动手，因为他们知道后果。有意思的是，特朗普说台湾问题在10月底韩国会晤时根本没被提起，但他却表示对中国不会动武充满信心。这与中方强调习近平要求美方慎重处理台湾问题的表述形成鲜明反差。特朗普的自信从何而来？是真有私下保证，还是他的一厢情愿？这种表态会对台海局势产生什么影响？两岸问题专家认为，特朗普的言论可能削弱台湾的防卫意识，同时也给北京更多战略操作空间，台海紧张局势的不确定性反而可能增加。14. 苏丹准军事部队占领法希尔市后，苏丹民众逃离该市。据美联社报道，10月26号，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在围困18个月后攻占了北达尔富尔州首府法希尔，这标志着苏丹武装部队彻底失去了在达尔富尔地区的最后据点。联合国紧急救济协调员警告称，法希尔已陷入更深的地狱，26万平民被困城中，其中一半是儿童。据报道，已有超过2000人被处决，医院遭洗劫，妇女遭强暴，数万民众徒步逃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专严正警告，当地正发生的暴行可能构成战争罪、反人类罪，甚至种族灭绝。对比20年前达尔富尔危机引发的全球关注，如今国际社会的冷漠反应令人心寒，世界似乎已经遗忘了苏丹，这会对苏丹未来造成什么影响？国际危机组织专家指出，苏丹正沿东西轴线实质分裂，战争拖得越久，分裂越难逆转，该国可能重演利比亚式的长期动荡。15. 哈马斯归还了3口据信装有加沙人质遗体的棺材。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11月2号，哈马斯通过红十字会向以色列归还了3口棺材，据称装有以色列人质遗体，这是停火协议执行以来的又一次遗体交接。哈马斯武装组织声称，这些遗体是当天在加沙南部地道沿线发现的。根据10月生效的停火协议，哈马斯原本应在10月13号前归还所有28具遇难人质遗体，但进展缓慢，引发以色列不满。有意思的是，就在上周，哈马斯交还的3具遗体竟被以色列证实并非人质，这种低级失误让本已脆弱的停火协议雪上加霜。目前仍有8具遗体滞留加沙，双方相互指责违反协议，这会对加沙停火协议产生什么影响？中东问题分析师认为，遗体归还进度缓慢和身份混乱事件正在侵蚀双方信任，可能导致以色列恢复军事行动，停火协议随时面临破裂风险。16. 中国第6代战斗机原型机采用无尾3发设计。据有趣工程网站报道，去年12月，中国疑似第6代战斗机原型机在成都首飞的消息震惊世界。从网络流传的影像看，这款战机采用了革命性的无尾翼设计，机身配备3台带后燃气的发动机，具有明显的隐形外观特征。今年3月第2次试飞画面进一步印证了这些特征，包括机背进气道和双分裂方向舵襟翼等先进设计。对比美国 NGAD 项目已经停摆的窘境，中国的进展显得格外迅速。俄罗斯军事专家直言，即使美国重启项目，也已经落后中国至少4到5年。更值得关注的是，这架战机与歼20联合试飞的画面，展示出中国在有人无人协同作战领域的雄心。这会对未来空战格局产生什么影响？航空军事专家认为，如果中国率先将6代机投入服役，将在亚太地区建立显著的空中优势，迫使美日等国加速研发进程，全球军事平衡可能因此改写。17. 口服减肥药索马鲁泰和奥福格列酮即将获得美国批准。据意大利《信使报》报道，2款口服减肥药正处于 FDA 批准的关键阶段。诺和诺德公司的口服索马鲁泰已在今年5月提交申请，预计第4季度获批，将成为全球首个口服 GLP-1 减肥药。临床试验显示，50毫克剂量能让患者在68周内减重 15.1%。
礼来公司的竞争对手奥弗格列同也紧随其后，计划年底提交申请。对比目前市场上动辄数千美元的注射版本，口服药虽然价格不会便宜太多，但免去了打针的痛苦，生产成本也更低。这场口服减肥药竞赛背后是一个预计在未来10年突破1000亿美元的庞大市场，两大制药巨头正在全力争夺这块蛋糕。这会对肥胖治疗市场产生什么影响？医药行业分析师指出，口服药的便利性将大幅扩大用户群体，但供应链压力和高昂价格仍将限制普及速度。未来几年市场竞争将异常激烈。18. 特朗普拒绝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导弹。据芬兰晚报报道，10月17号，泽连斯基满怀希望前往白宫，试图说服特朗普提供射程超过1000英里的战斧导弹，以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石油设施。但会谈气氛紧张，特朗普明确拒绝了这一请求，称我们需要这些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国家。有意思的是，就在会见泽连斯基前一天，特朗普刚与普京通话，后者警告说战斧导弹能打到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会严重破坏美俄关系。特朗普随后改口，从之前说美国有很多战斧变成强调需要这些导弹。对比五角大楼评估认为提供战斧不会影响美军库存的结论，特朗普的决定显然更多是出于政治考量，他更看重与普京的关系而非乌克兰的诉求。这会对乌克兰战局产生什么影响？军事分析家认为，缺少远程打击能力将严重限制乌克兰的战略选择。俄罗斯境内军事设施和能源基础设施将继续为战争机器提供动力，战争可能进一步拖延。19. 英伟达市值达5万亿美元，重塑市场格局。据日本时报报道，英伟达在10月29日创造历史，股价收于 207.04 美元，市值突破3万亿美元，成为全球首家跨越这一里程碑的公司。自2022年11月 ChatGPT 问世以来，英伟达股价已暴涨11倍，今年以来涨幅超 50%。这家芯片巨头凭借在 AI 浪潮中无可替代的卖产人地位，市值已超过印度、德国等国的 GDP。对比当年英特尔的辉煌，英伟达不仅面向更多元化市场，营收复合增长率更是突破 100%， 展现出 AI 时代的惊人爆发力。这个天价市值究竟是 AI 革命的新起点，还是即将破裂的超级泡沫？科技分析师指出，英伟达的高估值既反映市场对 AI 未来的巨大期待，也暗藏着技术迭代和竞争加剧的风险，投资者需保持理性警惕。20. 乌克兰用德国爱国者导弹系统加强防空能力。据意大利事实日报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月3日证实，乌方已从德国接收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这是德国自7月以来持续军援的最新成果。柏林已向基辅交付3套完整系统，并承诺再提供2套。特朗普政府为推动这一进程，甚至调整军售顺序，让德国插队优先获得新系统，再转交乌克兰。面对俄军持续的导弹与无人机袭击，爱国者系统成为乌克兰防御关键城市的救命稻草。然而，德国内部反对声不断。批评者警告，此举将使德国成为打击目标，损害国家预算和民众福祉。德国一意孤行援助乌克兰，这会将自身置于怎样的安全困境？军事专家认为，德国此举在强化乌克兰防空的同时，也使自己深度卷入俄乌冲突，可能面临来自俄方的外交压力甚至安全威胁。21. 特朗普敦促共和党人修改参议院规则，以结束政府停摆。据底特律点击网报道，10月31日，美国政府停摆进入第31天，逼近历史最长纪录。特朗普急了，公开呼吁共和党参议员动用和选项，废除实行已久的60票通过规则，以打破僵局。目前共和党在参议院占53席，但民主党凭借拖延战术以13次阻挠拨款法案。这场停摆已让80万联邦雇员无薪休假，造成至少180亿美元经济损失。然而，特朗普的激进提议立即遭到共和党高层抵制，废除这一规则将彻底改变参议院权力平衡，让少数党失去制衡能力。曾经在第一任期经历过史上最长停摆的特朗普，如今再次陷入两党恶斗的泥沼，格外孤立无援。特朗普强推规则改革，
会否彻底撕裂美国两党政治生态？政治学者警告，废除60票规则将摧毁参议院审慎立法的传统，加剧政治极化，使美国陷入赢者通吃的危险循环。新闻日日更，世界在手中。今天的时事快线就到这里啦，有想法的朋友，我们评论区聊聊，明天见。